在某个闷热的夏天，一个普通的江苏90后小伙子李某正怀揣着美好的梦想。他在招聘平台上发现了一份高薪保安的工作，心想着这是一个改变生活的好机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报名了。然而，这看似简单的决定，竟将他推向了一个黑暗而恐怖的深渊。李某来到了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怀着对新生活的期待。然而，很快他的梦就破碎了。那份所谓的高薪工作根本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逼迫他参与网络诈骗的恶徒。李某不甘心，不愿意屈服，结果迎来的却是接二连三的毒打和折磨。某天，这群恶徒偶然发现李某的血型是极为罕见的 Rh 阴性 O 型，这种血型在市场上被认为是熊猫血，极具价值。从那一刻起，李某的噩梦进入了更深的层次，他不再只是一个被虐待的囚徒，而是成了一个被他们用来牟利的人形血袋。他们毫无怜悯地一袋一袋地抽取他的血，似乎要将他彻底榨干。这个事件很快被曝光，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许多人为李某的遭遇感到愤怒和痛心。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浮出水面。柬埔寨警方发现，这个所谓的血奴案竟然是李某与另外3人联手编造的骗局。李某被遣返回国，真相揭开后，人们的愤怒转变为震惊与失望。尽管血奴案最终被证实是谎言，但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柬埔寨陷入类似的困境，遇到各种恶性事件。这个曾被认为是天堂的地方，正逐渐展现出它阴暗的一面。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柬埔寨位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南半岛，人口约1600万，曾经被联合国定义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2021年人均 GDP 1730美元。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柬埔寨虽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国，但有著名文化遗产吴哥窟，签证方便，距离又近，是低成本出国游和体验东南亚风情的好去处。从数据来看，中国的确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柬埔寨最大客源国。在新冠疫情爆发以前的2019年，有超过236万人次的中国游客曾到访柬埔寨，占柬埔寨的国际游客总数近40%。当然，如果只是去柬埔寨旅游，匆忙来回10几天，接触的更多还是柬埔寨比较友好的一面。光2021年1月，就有多起震撼全柬和国内的谋杀案被媒体报道。中国男子刘一峰在波贝一家赌场11楼被杀身亡。中国男子肖波及女友在金边一公寓被人残忍杀害。中国男子阿旭在西港街头被人枪杀。还有多起指向当地灰黑产业的坠亡事件。2021年2月16日，一名中国女子从金边一酒店坠楼身亡。3月11日，一名中国男子从西港某隔离点坠楼身亡。3月17日，中国男子陈某从西港某酒店坠楼身亡。7月16日，19岁的中国少年周瑞从金边一高楼坠下身亡。7月19日，中国男子林某从西港某宿舍楼坠下身亡。9月7日，一名女子从西港奥彻斯经济特区一大楼坠楼身亡。诸如此类的事件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在搜索引擎里输入柬埔寨后，相关词条里马上就会出现各种恶性案件。据媒体报道，2021年，在柬埔寨死亡的外国人中，中国人居首位，共有53名。此前2020年共有56名中国人在柬埔寨去世，2019年则为91名。这个数字是由英文网站新闻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件死亡人数来计算的，并非官方统计数据，而实际数字很可能远大于此。其中部分犯罪案件的手段极其残忍，但即使是被媒体爆出引发了关注，也只有极少数案件迎来了官方的通报结果，
绝大多数都不了了之。这些诈骗的始作俑者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柬埔寨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主要分布国之一，除了每年来柬埔寨旅行的中国游客，还有100万华侨华人长期居住在柬埔寨，约占其全国总人口的 7.4%。不过，和遍布全球的具有中国独特风情与文化特色的华人聚居区不同，在柬埔寨，中国城是充斥了犯罪与血腥的网络诈骗隐藏地，而且在中国公民遇害的案件中，行凶者也几乎都是中国人。去年9月，中国驻柬埔寨使馆还曾在官网表示，近日有媒体连续刊发文章，揭露西哈努克省中国城内存在网赌电诈、非法拘禁、绑架勒索、贩卖人口、吸食贩卖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受害者涉及多个国家公民，其中大多数为中国人。对此，我馆高度重视，并正与检方保持密切沟通。网赌、诈骗、绑架、拐卖、勒索、贩毒，这些大多数中国人只在影视剧里看过的情节，却在柬埔寨频繁照进现实。根源还是一个字：穷。柬埔寨是传统农业国，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服装鞋业加工、旅游、建筑业、农业为其传统经济支柱产业。农业和旅游业自不必多说，柬埔寨的轻工纺织业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凭借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柬埔寨的制衣产业已经成为世界制衣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但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制衣产业链一直在往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而伴随柬埔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原先的低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被削弱，制衣产业也正在向缅甸等新兴的低成本国家转移。正当的产业很难提供可观的经济利益，所以和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国家一样，柬埔寨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黄赌毒等灰产的泛滥，并使之成为了柬埔寨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毒品贩卖巨大利润的诱惑之下，无数柬埔寨人误入歧途，柬埔寨也成为了金三角向外输送毒品的重要中转点。黄色产业的野蛮发展，让柬埔寨的旅游行业带上了性旅游的属性，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主要就是为了嫖娼。而且在黄色产业的高额利润之下，柬埔寨境内还催生了规模庞大的非法人口买卖交易。至于赌博业，更是这个小国谋发展的另一大捷径。此前柬埔寨建筑业的繁荣，除了本国经济和开放外资的推动外，就是跟赌博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人在柬埔寨的中国城里互相残杀，也与多与之有关。其中，西哈努克这座西南沿海城市是最具代表性的。西哈努克市，简称西港，是除首都金边外，在柬中国人聚集最多的地方。高峰时常驻西港的中国人达8万，占当地全部人口的1半。这里集聚大量中国人，和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市中柬两国企业合作建设的关系很大。虽然柬埔寨禁止本国公民参与赌博，却允许开设实体赌场，让外国人在柬境内赌。西港的赌场数量就是全柬最多的，加上中国严厉打击国内的非法赌博，所以西港吸引了一大批国外赌博产业的转移，以及幻想着一夜暴富的投机客，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柬埔寨国会此前还通过了外国人持有产权法案，允许外国人在柬埔寨置业。同时，柬埔寨允许直接使用美元交易，这对于海外投资人而言，无疑增加了房产价值的稳定性。西港集博彩业、国际机场、经济特区、海滩风景于一体，在投资者眼里具备了极大的发展潜力，于是大量外国投资者，尤其是经历过国内房地产腾飞的中国投资者，都来布局房产。熟悉吗？炒房团来了，而且西港能买地。2017年开始，中资大量涌入西港。据西省政府报告称
2017年至2020年5月，在西港落地的建筑项目共1355个，涉及土地面积1310.7万平方米，总值约为71亿美元。西港从宁静的港口城市变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施工地，大大小小的施工项目此起彼伏。而由于监管不严，很多项目工程的质量堪忧，事故时有发生。其中最严重的是2019年6月，一栋7层在建的楼房发生坍塌，酿成28人死亡。人来了，钱来了，各种消费需求也增加了，相关的酒店、公寓、餐馆、娱乐场所和其他服务业随之崛起，西港的地价、房价、租金和物价也开始飞涨。当时中国人形成了独立的圈子，中国人基本只做中国人的生意，房地产也基本在中国人之间流传。中国人开的饭店，客人可能大部分都是同胞，中国圈子的物价比当地高很多，大部分本地人消费不起。当时一瓶农夫山泉在西港可以卖到 1.5 美元，路边一个小火锅店装修简陋，但每个月利润达250万，一年能赚3000万。西港机场附近的荒土最初售价每平米1美元，一年半后转卖时已达30美元。有传闻称，陕西人加怀山原本在西港卖凉皮，每天带来的利润是1000多美金，后循环买地，从小变大，一倒手就翻了30倍。有媒体报道，从2016年开始，中国的游客、赌客、炒地客、炒房客和务工人员都来到西港淘金，中国人甚至一度多过西港的本地人，西港也被戏称为中国飞地。与此同时，伴随赌博业滋生的还有放高利贷、洗钱、非法禁锢、绑架勒索、诈骗、拐卖、偷渡、卖淫、吸贩毒等非法行径，部分行凶手法的残暴程度令人震惊。曾经有一条高呼未来3年西港乱不乱，重庆人说了算的黑帮视频在网上流传开来，尽管后续被柬埔寨警察总署辟谣，但也能从中窥的中国黑帮在西港的势力。黑恶势力往往和赌博勾结很深，尤其是网络赌博。实体赌场就算再大也是有限制的，网络博彩的模式成本相对更低，可容纳的客户更多，不受地理限制，赚头也更大，逐渐成为了主流的经营方式。黑恶势力就盯上了这块蛋糕，想办法诱骗不在柬埔寨的中国人上网赌博，之后就是杀猪盘流程了。而网络赌博的收益也让黑恶势力有了造血能力，做大做强。西港治安问题愈演愈烈，针对中国人在西港的违法犯罪问题，中检警方进行了多次联合执法行动。后来检方最突出的整治措施当属禁赌令。2019年8月18日，柬埔寨首相洪森颁发禁赌令，停发网络博彩牌照，严厉打击未获有关部门批准的一切形式的网络赌博。已获牌照的网络赌博公司准许经营到牌照期满为止，财经部不再为到期牌照续期。禁赌令可以说是给野蛮生长的网络博彩业带来巨大打击，西港的房产泡沫很快也随着打击网络博彩的到来而破裂。大批赌场关闭，大量中国人相继离开西港，消费市场缩水，一批餐饮店因无法承担巨额铺租而关门结业。而且禁网赌令之后，新冠疫情也爆发了，来西港的中国人更少了。据西港省长称，2020年6月，西港的中国人仅剩下 1.5 万，流入房地产市场的外资也显著减少。据柬埔寨国家银行的统计，2020年流入房地产市场的外来直接投资达 3.55 亿美元，较2019年下降了 19.30%。2021年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流入外资再减少 11%， 只有约 3.16 亿美元，是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许多潜在外国投资者因疫情无法出国，也搁置了在柬埔寨的置产计划。面临无人接盘的困境，许多建筑项目都停止了此前热火朝天的建设，遗留大量烂尾工程，失业人员维权讨薪事件频发。
今年年初，柬埔寨独立经济分析师 Jack Cho 表示，过去西哈努克市的房地产市场完全依赖中国人，但到目前为止，大约70%到80%的高层建筑已经停工。西哈努克市的房地产投资者正在呼吁中国人回归。倒是真有中国人还去西港，但他们是网络赌博和诈骗的受害者。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大量台湾民众被诱骗到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打工，因不愿从事诈骗等非法工作，惨遭囚禁毒打。从去年6月至今年6月，就至少接获逾50起相关案例。就在今年6月，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曾发布公告称，近期柬埔寨接连发生涉中国公民非正常伤亡案件，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谨防网赌电诈。网络赌博虽然被禁止，但有些暗地里还在进行，而且正是黑的、无底线的才能进行下去。以柬埔寨政府的腐败程度和工作效率，网络赌博在西港显然是禁不住的。柬埔寨执法人员不作为就不错了，还有可能和黑恶势力结成利益共同体，从中攫取利益。这种黑色网赌现在常被称为网投，在柬埔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黑色产业了，和诈骗关系很大。这些在柬埔寨搞诈骗的人，很多本来就是黑帮分子，很多也还都是中国人，但为了能够迅速诈钱，他们心狠手辣，毫无底线。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再会。